这些城市从未被真正毁灭，城墙还在，房屋完好，街道的轮廓清晰可见。它们更像是一个被永久注销的游戏账号，一段被系统删除的代码，一场再也无法重启的文明。这里曾是权力的心脏，信仰的灯塔，文明的巅峰。而今天，我们将倒数20座真实存在过，却在最辉煌时被历史静默注销的城市。第20名，卡霍基亚。北美曾经有一座城市，巅峰人口2万，规模甚至超过当时的伦敦，它叫卡霍基亚。土丘像金字塔一样堆起，最大的僧侣丘高到30米，但最关键的细节是，它几乎没有城墙。这不是疏忽，这是信念。他们相信环境供给会一直稳定，然后气候开始波动，洪水更频繁，干旱更长，城市没有逃难尽头，只有逐年离开。今年几户搬去上游亲戚那儿，明年年轻人去别的聚落试试。公共广场变安静，祭祀变稀疏，空房变多。卡霍基亚不是被摧毁的，是被集体判断未来不在这里。最致命的误判就是相信系统会永远稳定。第19名，斯里维加亚内陆城镇，被遗忘的网络节点。斯里维加亚帝国靠海峡贸易发财，但真正支撑它的是一张网络。沿海港口负责国际贸易，内陆城镇负责物资、劳力、后勤。这些内陆城镇不是自洽城市，它们是系统节点。节点的命运只取决于一件事：系统还要不要调用你。贸易路线一转移，帝国收缩，补给不按时到了，官员不再巡视，道路不再维护。没有战争，没有火山，没有屠杀，只有一种感受：你被遗忘了。居民最后做的事儿也很像现实，不是逃命，是搬家，把能带走的带走，沿着曾经繁忙的路去还有业务的地方。森林收尾，历史归档。第18名，阿尼科，单一依赖的脆弱性。阿尼科曾是印度洋贸易链上的关键港口，黄金象牙出去，瓷器、玻璃珠进来，城市看上去像会永久存在，但它的生命线只有一条：外部贸易。葡萄牙人进来后，贸易流向被重写，阿尼科没有被攻打，它只是不再被需要。商船不靠了，商人转移了，熟练工跟着订单走了，港口淤塞，公共维护停摆，疾病开始更容易蔓延。一座完全依赖外部系统的城市，生存权不在自己手里，系统一转身你就失业。第17名，安纳兹。当被需要的状态结束，安纳兹是一座精致的小城，靠商队税收和补给服务活着，几个世纪都很稳定，甚至下水道都很发达。直到罗马修了更平更直的新路，绕开了这片丘陵，商队开始不经过，变化一开始很轻，旅馆空房变多，市场外地人变少，税收报表下降一点点，然后负循环启动，税少了，维护差了，维护差了，更没人来，到最后它还在，但城市功能死了。最可怕的不是地震那一下，最可怕的是在地震之前，你已经被系统判定为可替换。第16名，维杰亚纳加罗，规模成为诅咒。这座城市曾经大到旅行者说走一天都走不完。它的奇迹不是宫殿，而是水利系统、水渠、水库、水坝，靠持续维护养活几十万人。1565年战败后被洗劫，但掠夺者撤走了，理论上还能恢复，现实却是中央权力崩了，维护组织不起来，水渠没人清，水坝没人修，农业下降，粮食紧张，人口外流，劳动力更少，维护更差，崩溃更快。城市规模越大，对系统完整性的依赖越致命。规模是荣耀，也是加速器。系统一裂，规模把裂缝撕成深渊。第15名，玛雅核心城邦，信仰无法替代水源。玛雅城邦的统治者把自己当作神与人之间的中介。当长期干旱来临，他们没有先升级工程，而是先升级祭祀，更盛大仪式，更密集建筑活动，更极端献祭，因为他们需要证明系统还在掌控，暗语没有回来。水库下降，玉米减产，粮仓见底，人开始离开核心城市，去边缘找水。当最后一个祭司离开主金字塔，城市其实早就死了很多年。这就是文明最痛的瞬间，意义系统再强，也扛不住物理系统崩溃。第14名，卡拉克穆尔，竞争消耗了所有韧性。卡拉克穆尔与蒂卡尔斗了200年，军队、盟友、纪念碑，全社会围绕竞争优势运转。资源充足时，这叫辉煌；资源紧张时，这叫提前把冗余烧光。干旱来临，本该拿去建水库、储粮、抗旱作物的资源，被战争吞掉，被政治表演吞掉，被联盟维稳吞掉。最后不是一方赢，是两边一起崩。高度竞争的系统会把韧性榨干，真正的危机到来，你连回旋余地都没有。第13名，阿马尔纳，为一个人建造的城市画面，半埋宫殿地基，孤立的石碑，迁都建新城。
阿马尔纳几年内起飞，人口涌入，宫殿、神庙、官员区齐全，但它的根基不是河流，不是贸易，它的根基是一个人的意志。法老一死，继任者恢复旧宗教，权力中心迁走，没人强制拆城，但官员跟权力走，工匠跟订单走，石材被拆走再利用，木结构被回收。阿马尔纳像临时舞台，戏一散场就自动清场。你会发现，有些城市天生就没有回来的权利。第12名，哈拉帕，标准化的代价。哈拉帕文明的城市几乎像复制品，砖块比例统一，街道网格，排水系统覆盖全城。标准化带来效率，也带来一种隐形脆弱。系统过度优化于某些条件，当河流改道、气候波动、农业模式必须变化时，你会发现标准化让你很难转身。考古显示，很多城市是有序撤离，贵重物被带走，房屋被封闭，不是逃难，是理性迁移。标准化像一套旧版操作系统，稳定时极好用，环境一变就变成束缚。第11名，摩亨佐达罗，越先进越敏感。摩亨佐达罗堪称古代城市工程的巅峰，浴室、水井、排水管网。但先进意味着高依赖，固定水源、固定土壤、固定规模。当盐碱化出现，当河道远离，简单聚落可以换种法、换地块，复杂城市不行，因为系统是一整块，一裂就牵动全身。最后居民选择离开，而不是让城市降级成更简单形态。先进性的悖论是冗余越少，抗不确定性越差。从这一名开始，你会越来越不安，城市可能不是被打败，而是被复杂度困死。第10名，吴哥外围，从边缘开始的死亡。吴哥在游客眼里是寺庙，但在历史里它是超级城市群，它靠水利系统活，水库、水渠、池塘像血管，而系统崩溃最典型的路径是从边缘开始死。外围的小水渠先淤塞，次要水库先失修，边缘农田先减产，边缘居民先走，有人往中心挤，有人直接离开区域，人一走，劳动力就少，维护更差，然后问题向内爬，更大的水渠也开始堵，主要水库维护间隔变长。你要记住这个恐怖逻辑，当城市边缘开始变空，中心看起来还很壮观，但其实已经进入倒计时。后来王室迁走，吴哥成了纪念地，寺庙没倒，但城市功能死了，这是第一种不安。表面繁华还能维持一阵子，可系统的血管已经堵了。第9名，马里卜，水的背叛与相对不可行。马里卜的繁荣建立在一项极端雄心勃勃的工程之上，马里卜大坝，它拦住季节性洪水，把不可预测的降雨转化为可计算的农业与税收，灌溉、粮食、人口、王权全部被这套水利系统锁定。但水利工程有一个残酷特性，它不会突然失败，只会慢慢变贵。一开始只是清淤更频繁，堤坝修补更密，水渠维护更重，系统还能运转，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，我们很会修，我们还能撑，可维护成本一年比一年高，你不断把资源投入维持原样，却看不到任何新的增长空间。与此同时，别处出现了更省工程、更低风险的农业区域，更灵活的贸易路线，更容易维持统治的新中心。于是比较开始发生，商路绕开旧坝，人口向外分流，权力不再以这里为唯一锚点。马里卜不是死于不可能，而是在比较之后变得不再划算。这就是第2种不安，城市可能不是被迫放弃，而是被比较后放弃。第8名，哈特拉，双重系统失效的断电感。哈特拉同时拥有2套生存理由：边境堡垒与商路贸易中心，2套系统互相供养，看上去很稳，但真正的系统性恐怖是当2套依赖同时失效，城市会出现断电感。贸易路线被重写，军事边界也被调整，市场关闭，军队撤走，税收枯竭，公共服务停摆，城墙还在，建筑也不算毁坏，但你会感觉到一种更冷的死亡。硬件完好，业务被切走，居民不是逃命，是迅速撤离。这就是第3种不安，城市可能在一段时间里看起来还站着，但它已经不再被系统供电。第7名，特奥蒂瓦坎，集中化让城市巨大，也让它没有备份。特奥蒂瓦坎靠集中化变成巨城，轴线分区，秩序像一台精密机器。但集中化最致命的缺点是没有备份，中心一出事，全城跟着停摆。考古显示中央区被焚毁，很像内部冲突。如果你是分散系统，你还能靠地方中心续命，但高度集中时，中心就是电源，中心失效，秩序失效，资源调配失效，人心也失效，于是人口迅速外流，周边出现小聚落，却再也没有新中心能接盘。这就是第4种不安。当城市把所有功能压在一个中心上，它的死亡可能像一次系统崩溃，瞬间全局失效。第6名，楼兰，最折磨人的还能再撑一下。
楼兰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一带，曾是丝绸之路上最关键的中转节点之一。它并不富产资源，却控制着一件更重要的东西——水与路线。来自西域、河西走廊、中原、南亚的商队必须在这里补水，换向重新组织队伍。楼兰的价值不在于生产，而在于让所有人都离不开它。有趣的是，楼兰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，反而长期处在大国夹缝中。它一边向汉朝称臣，一边又被匈奴控制，多次在两大势力之间反复摇摆。史书里甚至记载过这样的场景：同一个楼兰王白天接待汉使，晚上迎接匈奴使者。真正让楼兰命运发生改变的，不是战争，而是水的消失。塔里木河改道，水源逐渐远离城址，补给点失效，商路随之转移。当商队不再经过，楼兰就失去了存在意义。它没有被焚毁，也没有被攻陷。慢性撤供会让人拖到最后一刻才离开，而最后一刻往往已经没有回头路。我们另一只慢慢空了，会更狠。那一期是把这种窒息感推到现代城市。第5名，艾罕努姆。艾罕努姆位于今天阿富汗东北部，坐落在阿姆河与科克恰河的交汇处。它的建立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，正值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，希腊化世界向中亚扩张的高峰期。这座城市通常被认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重要城市之一，也是当时最东端最完整的希腊化城市实力。考古发现显示，艾罕努姆并不是临时据点，而是一座被长期规划、持续经营的城市。城内曾存在网格状街道系统、行政与居住分区、剧场、健身馆、王宫建筑群，使用希腊语铭文，供奉希腊诸神，同时也吸收了当地中亚文化元素。这说明艾罕努姆并非孤立殖民点，而是一个试图长期运作的混合型城市系统。公元前2世纪后期，随着区域政治结构变化、贸易重心转移以及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衰落，艾罕努姆逐渐被放弃。目前没有明确证据显示它经历过一次决定性的毁灭事件，它更像是在权力与贸易网络退出后缓慢失去维持意义的城市。第4名，巴比伦。巴比伦位于今天伊拉克中部幼发拉底河畔，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把城市当成系统来经营的地方之一。它并不是一夜崛起的奇迹，真正让巴比伦进入历史核心的是公元前18世纪的统治者汉谟拉比。他做了一件划时代的事，把法律刻在石头上，公开展示。汉谟拉比法典并不仁慈，但他第一次明确告诉所有人，规则高于个人，城市按规则运转。有趣的是，巴比伦并不以军事扩张闻名，而是以管理复杂性著称。这座城市有严密的税收与契约体系，标准化的度量衡，职业分工极细的手工业，依赖运河而非城墙的安全感。巴比伦人甚至能精确预测天象，他们把天空当成一张表格，用楔形文字记录行星运动。1周7天的概念正是从这里流传开来。最著名的传说是空中花园，被列为古代世界7大奇迹之一。巴比伦的数学使用60进制，今天的60分钟、360度都来自这里。许多占星术的起源其实是早期科学记录。城市名巴比伦在后世被神话化，但对当时的人来说，它更像一台精密机器。巴比伦真正的结局也和想象中的毁灭不同，它没有突然消失，在被波斯、希腊再到后来的帝国接管后，城市逐渐被行政系统和河道调整所边缘化，人口离开，建筑被拆用，城市慢慢变成遗址。巴比伦不是死于一场灾难，而是死于一个更冷静的过程。当系统更新完成，它不再是必须节点。第3名，昌昌。昌昌位于今天秘鲁北部海岸，曾是奇木文明的首都，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坯城市，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。它建在几乎不下雨的沙漠里，却容纳了数万人口。原因只有一个，这是一座为稳定环境量身定做的城市。昌昌的全部城市系统依赖一套极其精密的运河，河水被引入沙漠，农业、人口、王权全都锁定在水的可控性上。城市本身像一台机器，高墙围合的王城，等级分明的居住区，仓储行政，仪式空间严格分离。城墙上布满鱼、海浪、几何纹样，这些浮雕不是装饰，而是权力与秩序的视觉语言。墙上的鱼群浮雕代表受控资源的无限复制。有趣的是，常常几乎没有为战争设计，他相信水利与制度胜过城防与机动。而真正的问题也正是从水开始的。当气候异常出现，当厄尔尼诺现象带来暴雨与洪水，原本为极端干旱优化的城市瞬间暴露出结构弱点。城市中几乎
乎看不到木材，因沿海极度缺乏森林，土坯墙体被雨水侵蚀，运河系统被冲毁，维护成本急剧上升。城市还能修，而且他们确实不断在修，但与此同时，更灵活、对环境变化适应力更强的系统开始在别处出现，最终常常没有等来一次决定性的毁灭，它是在环境假设被打破之后，逐步失去可持续性的城市。第二名，马丘比丘。马丘比丘位于秘鲁安第斯山脉的高山脊线上，海拔约2400米，是印加帝国最隐秘也最精密的山城之一。它并不是一座普通城市，考古学界普遍认为，马丘比丘更接近于皇室庄园、宗教中心与战略避难所的结合体。这座城市最令人惊叹的地方，不是位置险峻，而是工程的完成度。整座城市建在断层密集的山体上，却几乎没有因地震而整体坍塌。原因是印加人采用了不使用灰浆的干砌石技术，石块在震动中可以微微移动，再重新咬合。城市选址正好位于多条地质断层交汇处，却反而更稳。它展示的是印加工程学的上限。有趣的是，马丘比丘真正的核心系统不是城墙，而是水与坡度。山泉被精确引入城市，超过一半的建筑结构其实是地下排水层。梯田不仅用于种植，更是防止山体滑坡的减压装置。换句话说，你看到的城市只是系统的表层。更反直觉的一点是，马丘比丘并不是在战争中被摧毁的。当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帝国时，他们甚至没有发现这座城市的存在。马丘比丘的消失更像是一种主动退出。随着帝国中心瓦解，行政与宗教体系崩溃，维持这座高成本山城的意义迅速消失。人们离开，但没有破坏。1911年被重新发现时，梯田仍能排水。这座城市没有被时间击垮，而是被时间完整的封存，被刻意遗忘。第一名，两河流域旧城群。人类第一次把城市用坏的地方，如果你只看一座城，你会觉得它是个例外。但在两河流域，你看到的是同一种城市被一遍遍建出来，又一遍遍放弃。这里不是一座城，而是一整个旧城墓地。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平原，考古学家挖到过这样的层位：同一个地点，下面是乌鲁克，上面是乌尔，再往上是后来完全不记得名字的小城。不是城市在原地升级，而是人直接放弃旧城，在旁边重新来一号。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因为两河流域的城市全都压在同一件事上：灌溉。河水一来，粮食暴增，人口暴涨，城市立刻成型。但问题也立刻出现了，一个真实发生过、反复发生的问题：沿幼发拉底河的水带着盐分，刚开始几年没事儿，10几年也还能撑，但几十年后，土地开始结白霜。考古记录显示，早期城市主要种小麦，后期被迫改种更耐盐的大麦，再后来连大麦产量都在下降。不是技术倒退，是土地被系统性用坏了。城市还能怎么办？他们修更多运河，把水引得更远，试图洗掉盐分。这确实能救几年，但代价是运河更长，维护更贵，管理更复杂，中央权力必须更强，城市开始变得又大又脆。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但很残酷的现象：两河流域的城市几乎没有老城区。比如尼泊尔，它不是被毁的，是因为宗教和行政中心转移，突然失去了存在意义，神庙还在，人没了。又比如拉加什，它留下了大量泥板，记录的不是战争，而是粮食分配、运河纠纷、官员贪腐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城市崩溃前，系统还在认真运转。在两河流域，你几乎找不到那种最后一战、末日毁灭的证据，更多的是粮仓越来越空，运河越来越远，税收越来越紧，年轻人先走，最后留下来的只剩神庙、城墙和记录。最有意思的一点是，这些人不是不懂城市，他们是世界上最早也最熟练的一批城市使用者。正因为太懂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。一整套城市模式在同一片土地上被反复验证、反复淘汰。人类总以为城市是文明的结果，两河流域告诉我们的，城市不过是人类存在的临时状态。不是城市会毁灭，而是当城市开始消耗未来，最理性的选择从来不是坚持，